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部从桃园来的银灰色 R129的300 SL 的引擎测试。那这颗喷油盘我们有看到大哥有在这边签名。从外表来看，它的跟管线因为大哥都有处理过了，所以看起来很新。那因为这部车子虽然经过将近快30年，但是因为里程数少，那车主对这部车子的照顾可以看得出来，引擎室相当干净，而且整个状况也都相当新。那所以说它其他的部分看起来也都很干净。那喷油盘的部分呢，因为大哥经过整修以后，它外表跟外表相当干净。那里面的数据我们有看到，它标准应该是在出油量应该是在210左右，但是因为经过30年的堵塞，那它的出油量呢都平均维持在150左右，差了将近快60 ml。那这是大油道堵塞的自然现象。经过我们整修过之后，那油路如果它不再污染的话，那它使用20年应该没问题。因为喷油盘本身它不是消耗件，它没有活动的部件，所以说它不会损耗。那它也没有坏，它就是堵塞。那经过堵塞，整修过之后呢，可能大哥预估，如果油箱状况保持良好的话，20年应该不会有问题。喷油嘴的部分，我们看到我们全部都换新了，因为它喷油嘴经过30年以来，因为喷油盘堵塞，那喷油嘴当然它是末端，它也是堵塞。那因为这部车子它的喷油嘴都是细牙的，跟560一样，所以说它的喷油嘴的费用就比较高。但是这个是他们厂方那边的价钱的关系，我们也没办法再不予置评。OK， 那火星塞的部分大哥也全部都换新了。那分电盘大哥都有拆下来整修过，它的分电盘还堪用那里程数说有点高，8万多。那如果以状况来看，应该还可以再用个2-3万，应该不是问题。它还没有到更换的地步。我们钱花在刀口上聪明的花钱。那至于缸压部分因为可能是里程数高，它缸压的状况相当良好。其他的部分我们来看它的这个缸压它的那个汽油的回流量汽油从这里进从这里经过油压调整器回流的数据。目前我们看到右下角小数点在 2.8 左右，代表它1分钟流回油箱的汽油是 2.8公升，这已经达到高标准了。那蓄压阀大哥已经换掉了，因为它蓄压阀已经漏油了。那但是滤芯大哥没有换，因为我看这个滤芯状况还是相当好，还很新。那我们从数据的上面看出来 2.8， 代表它回流量已经高于2公升以上，所以所以说油箱我们来判断，因为这个回流量是由谁决定的？第一个是由油箱流下来的油量一定要够，第二个汽油泵浦的力量一定也要够，所以它打过来的冲过油压调整器之后，它能够流回油箱的量就是由油箱的堵塞状况，流量状况好，汽油泵浦又有力，它才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数据。2.8已经是算相当高的标准了。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上油室、下油室的压力都已经在正常值。那我们来看这上面3个表，最右边的是怠速马达的工作电压怠速马达它工作电压在5到6伏之间 ，OK 的。中间呢是它的
流量感知器哦，我们看到它流量感知器已经磨损啊，磨损还算相当严重的，大概已经换新，所以它中间的这个是校正过之后的终点电压啊。那最左边呢是它的那个 O2 哦，我们现在看不到它的 O2， 它的 O2 的修正它的出油量，也就是说它的混合比，那也是在正常的工作范围。这部车子因为它24V，所以说它的马力比我们一样是2960cc 的排气量，跟 M103 引擎跟旁边这部 M103 引擎是一样的，排气量一样，但是它是 M104 引擎，是24V，所以它的马力如果从维基百科上面大哥查到大概在220V 左右，那220匹左右，在这颗 M104 的话，就大概M103旁边这个M103的话，大概是在185匹，那这个马力的差别就相当大，一个是12V，一个是24V。那它马力加了将近快40匹马力，也没有 turbo 所以说代表说它的引擎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因为是多气门的关系，我们来做一个加油看看。它是在这个尾速的部分大哥有测过，大概在4000转以上，它的尾速转速拉得特别快，拉得特别轻快。那我们来做一个它的那个减速断油的测试。OK， 我们来看一下，再一次，我们有看到它减速断油的时候，它是往右边跑，代表它减油。那减油的话，就是使我们在高速要准备停车的时候它的减速断油的话，就能够使我们的引擎刹车效果更明显，而且又达到省油的效果。我们来看看这部车内，它里程数大概是在8万多那温度大概在78、80度左右。那转速呢？目前大概在800、750左右大哥来打开冷气，我们来看看它这个转速的变化。好，大哥打开冷气。转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大哥关掉冷气。转速也几乎没有改变。打开冷气。转速也几乎没什么改变，代表它的怠速马达工作状况是相当好了。好，大哥现在是在开冷气状态。好，大哥踩刹车入倒档，转速掉了一点点。几乎没什么改变，掉了应该100转左右，目前还有在650、700。空档，R 档，代表这个变速箱状况是相当好的，而且是P 档，而且它因为这个是300 SL 是5速车所以说它的比较特别的地方。OK。我们来做一个加油看看。我们从这个转速的感觉可以听得到，4000转以后爬升特别快。差不多4500，那一段爬升特别快。OK， 大哥。关掉电门，来做个热车启动。好，启动。一点就着，这部车状况给大哥感觉相当好。
转速相当顺畅，尤其是尾速 M104引擎啊，听到这尾速的声音特别过瘾。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了。我们再提醒一下30年老车的车主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我们汽油滤芯汽油帮浦旁边的汽油滤芯，跟如果与 M104汽油滤芯在这个地方跟机油滤芯应该要同时更换。大概是2次的机油换1次机油滤芯的时候，同时换汽油滤芯。第二个，因为30年的老车，油箱难免会生锈，所以老车尽量维持半桶油。那油箱下半段大部分都是生锈的地方，维持半桶油，让下半段的油箱能够被汽油包覆的话，它就阻绝空气比较避免生锈。那再来就是我们家95的汽油因为老车多少会有积碳。再来呢就是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次，最少10分钟，让引擎有热车完成。那如果能够跑能够到能够车子能够开出来的话，那当然最好。其实老车不怕开，老车就是怕不开。不开尤其是停牌车，它不开的话，那整个油路是完全的堵塞。那如果来找大哥的话，大哥就会相当的头痛，在油箱的部分。好，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